親愛的台灣的粉絲們，你們有沒有發現啊？台灣這些年來跟隨着美國的制度啊，照搬過去，逐漸的台灣也在白左化了吧？啊，這個白左化的這個社會呢，就會變得越來越荒謬啊！就像美國的這個零元購，還有那個歐洲的那個社会一樣，越来越不自由。歐洲人现在白左的弄的這個社會啊，這種自由度比中國大陸都要差得多啊！我給大夥呢也零零星星的說過一些，是吧？我看台灣現在也是非常嚴重的這個傾向啊！咱們今天啊就說個台灣的這個趣事吧。中國大陸的網友都驚掉了下巴，怎麼回事呢？就是台灣的一位戴綠帽的丈夫發現呢，他老婆偷偷摸摸的跟人在家裡邊偷情，然後呢，他家裡邊有一個掃地機器人，那個掃地机器人上面有一個攝像头，他就用这个掃地機器人的攝像頭呢，偷偷的拍攝他老婆跟那個奸夫一塊那種那個翻雲覆雨的情景。你說是自己家裡的攝像頭監控拍到了他老婆偷情，對吧？這要是在那個正常的一個地方的法律上，這完全都是合法合理的吧？但是台灣的法律不一樣。桃園有丈夫懷疑太太出軌，他利用掃地機器人的錄影功能拍下太太沒穿衣服和外遇對象有親密的舉動，當成證據告上了法院，打贏了民事訴訟，卻反被妻子告無故攝錄他人的性影像罪，自己也被判刑5個月。不過網友大歪樓，直呼掃地機器人變成了最強的抓猴神器。桃園有民眾夫察覺夫妻度假屋內竟疑似有其他男子使用的物品，懷疑妻子出軌，透過掃地機器人 App 遠端功能，原本想與妻子交談，意外發現可以錄影，果真錄下妻子與外遇男子裸身的親密影像，倆高搜集影像告上法院，但打贏侵害配偶權官司，卻反被妻子提告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竟被判刑5個月。是有點怪怪的，掃地機器人應該是家用的嘛，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如果說他擺的是寵物監視器，沒有什麼可以非議的地方吧？他老婆本身就不對了，他已經有徵兆了。如果是告知的話，他早就有防範，他告是不是有點扯？法院認為夫妻之間不能因為懷疑配偶外遇就任意窺探或監控對方非公開生活。掃地機器人啟動有燈光，不足以證明妻子知道或同意自己被裸身錄影。這裡產生一個值得討論的法律問題：如果今天都是為了拍攝外遇的證據，拍攝到的是有穿衣服的畫面，那就不會構成這個犯罪。但是呢，如果拍攝到的是裸身的畫面，就有可能涉及到無故攝錄性向罪。網友猛虧掃地機器人簡直堪稱最強倆高神器，而較高階的掃地機器人都含有鏡頭，而且功能超強大，不只能遠端連線即時觀看影像，根據型號不同，錄影角度也能更廣更仰角，還能遠端遙控路徑，也有部分機型具有障礙物回報功能，偵測到物品還會跳通知。可能就是在錄影的時候 ，camera 呢也有可能隨時做一些上傳，有偷錄影啊這個現象。以掃地機器人來講，跟我們一般的監視攝影機來說，它的威脅多了一項是什麼？它可以移動。不止如此，掃地機器人還能隔空對話，也包含可以錄音。沒想到看似日常電器用品，就能把你在家的所作所為全都錄。記者黃文君、周森、曲劉盼文綜合報道。我是陳志根，從踩在這個台灣的新聞傳到了中國大陸之後啊，中國的大陸的好多網友啊都留言啊，有網友留言說啊，台灣也沒有正規法院嘛，就他的意思就是說，大陸的一些法院啊，一些這個法學家也基本上是從歐美留學回來的，在大陸也制定了一些奇葩的，源於那些白左思維的一些法律，也有一些奇葩的判決，但是沒有台灣嚴重啊。他說這個台灣也沒有正規法院嗎？啊，說以後拍到別人犯罪了，是不是也會被告成侵犯他人的隱私呀？說出軌不重要，偷拍重要，婚姻就是這麼被搞垮的啊！取證沒有擴散，應該沒罪呀！
沒有證據，他說我誣告；有了證據，他說搞我侵犯隱私。那以後這個男的頭上綠油油，那就是天定的唄，關的唄。台灣的法律真好玩，偷人也是隱私，隱私權必須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行為才叫隱私。如果你殺人也叫隱私嗎？荒唐的法律不能傳至大陸啊！說本案中的監控用途，本人認為是合法的。但凡認為男子違法的人，本來就是壞，就是他們想在害怕自己的事情那天會被這樣的監控方式曝光他們同樣的行為。那個法官是不是個女的呀？說自己家裝監控不違法吧？為啥判刑啊？就冲着這判決，台灣已經和大陸接軌了，使用了大陸的法律體系了。看來統一有望了。反諷啊！就說一些留學西方背景的一些法學家祸国殃民啊，一些法律台灣和大陸都白左化了啊，就這個意思吧，各位。好，咱們再說一個好玩的啊，大家知道台灣的這些綠媒啊，這些綠蛙們都基本上是屬於精神和智力都有點毛病的腦殘，是吧？台灣出現過什么榨菜哥、田鼠哥啊，对吧？什么下水道哥啊，现在又出来一个母的，出来一个冰箱姐。冰箱姐说北京根本就用不起冰箱，没有。北京没有什么冰箱，飯店也沒冰箱，大概都42度，他們都沒有冰箱。上個世紀去了，不是他在講什麼？北京怎麼可能會沒有冰箱？有啊，酒店裡面是有冰箱。他是看到什麼時代的北京？我覺得他到底在說什麼啊？我特別問了我在北京的朋友，然後裡面說的家裡現在很多是2個冰箱的，然後他給我發了圖片，還發了視頻，所以一定要有圖有真相，給大家好好看一看他們家裡的冰箱啊。今天來，大家看一下，有大陸的網友注意到了，在台灣的一個節目當中呢，有這個命理師啊，就說他最近去了北京，然後呢，他說，那個北京醫院有董事長透過朋友請他去看風水，但是醫院快要蓋到落成時，結構體都蓋好了，都要安置了。他還記得那會兒啊，北京的夏天好熱，大概42度高溫，但大陸就是奇怪，他們沒有冰箱。北京沒有什麼冰箱，飯店也沒有冰箱，他們都不喝冷的飲料，然後還都是辣椒，哇，讓他說很不習慣，然後大家就嚇一跳了哈，北京怎麼可能會沒有冰箱啊？那到底是什麼時代的北京呢？那時候冰箱是還沒有普及嗎？可是現在有嗎？哎，韓冰，這位風水師是不是上個世紀去了？哎，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在講什麼？我雖然也很久沒去北京了，但是我10幾年前去北京的時候，北京怎麼可能會沒有冰箱？我也是我差不多。對啊，有啊，酒店裡面是有冰箱。而且北京人不愛吃辣，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北京人愛吃辣。有啦，王府井大街那邊有一些賣有一些辣的東西啊，但是一般北京人是不吃辣的啊，他們沒有吃那麼辣，因為我湖南人啊，我們比較喜歡吃辣，是，對啊，至少在我的眼光裡頭，我覺得北京人不太吃辣，是，對啊，所以他到底在說什麼，我不知道，他到底是風水師還是觀落陰的？哎呦，他是看到什麼時代的北京？我覺得他到底在說什麼啊？北京當然有的時候真的蠻熱的。但是42度是非常極端的溫度了。是，北京是有很熱的時候，但是要到42度，有點難。所以其實啊，這兩個問題，一個就是自己的住家裡，要麼就是還有就是酒店裡，自家的有沒有冰箱呢？我特別問了我在北京的朋友啊，北京的朋友就給我發了信息，然後裡面說的家裡現在很多是2個冰箱的啊。他說北方人愛吃牛羊肉，我父母的家除了冰箱會有一個冰櫃專門放肉啊，年輕人家甚至還會多放個小冰櫃，放酒，放飲料，然後他給我發了圖片，還發了視頻，就是怕我搞不清楚的，所以一定要有圖有真相，給大家好好看一看他們家裡的冰箱啊。好，謝謝啊，這個是我朋友特別就發了一個圖來，然後呢，那你說如果是酒店了的話，
酒店那就真的不曉得我們這一位台灣的嘉賓哈，這個上節目的時候，他講的那個酒店是住到什麼樣的很經濟型的、很廉價的那種。我知道，的確它是可能是沒有放冰箱的，但是一般的話，標準款以上的應該都有。所以給他住這麼便宜的酒店了嗎？啊，我打個問號了。來，老師，北京我也去了非常多次，所以。第一個，因為我剛剛還查了一下，在今年2026年，北京有哪些醫院落成？那大概有2所醫院，但是他們2個落成的時間都是5月，5月應該是不會有42度這樣子的溫度。對，那因為我上一趟去北京是3月嘛，3月我還要穿冬衣，所以不太可能。有沒有冰箱啊，老師？有冰箱這件事，其實說起來真的很複雜。高檔的飯店有可能會讓你以為沒有冰箱，因為現在其實北京的很多住的地方其實很講究，尤其是飯店，所以他們會把冰箱跟住的那個位置是融合在一起的，是你可能要稍微找一下，因為它可能就是为了跟你住的地方融合在，它并不像台灣很多的飯店是一個冰箱放在那裡，不是，对，它是隱藏式的啦。這個我找過，不要說它，其實我有一次去，他可能沒找到他的冰箱。對，不是這女的還是一什麼？台灣的命理師，那就是算命的唄，算命的、看風水的，那不就是換言之，那是個女騙子嗎？就這種腦子，就這種那個胡亂這個吹牛逼的嘴，讓他去看風水去，讓他給你算命去啊？那腦子進水了吧，是吧？台灣笑話啊，越來越讓中國大陸的網友感到無言以對吧？點個訂閱，下期再聊。